中国正在改装的海警船上意外曝光安装了一种新型武器，这种武器有多厉害？将在钓鱼岛海域发挥怎样的作用？为何被称为日本海上保卫厅的噩梦？近日，有一张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照片中一艘正在改装的军舰受到瞩目。根据这艘军舰上的编号511，可以得知这是在2016年服役的一艘056型护卫舰保定号。而在不久前，中国海军宣布将保定号转交给中国海警部队，作为新型海警船。其照片内容便是保定号在沪东船厂作为海警船进行改进的画面。不过，这艘海警船本身并非重点，照片意外泄露出保定号上的一样新型武器。照片显示，在保定号驾驶室顶部有一样四方形的物体。根据网友辨认，这个物体与此前亮相的中国定向声波武器十分相似，因此推断中国海警船的新型武器便是定向声波武器。那么，这种定向声波武器又有怎样的来头呢？所谓声波武器，顾名思义，就是将声音的频率作为武器的存在。我们都知道，噪音对人听力与精神都会有干扰。人处在高噪音环境，如飞机起飞、火车鸣笛时，会产生不良反应。根据研究，当人处于120分贝以上的音量时，会产生严重的不适感，并带来听力损伤。而一旦声音高达150分贝，则人的不适感会加剧，甚至产生生理上的损伤，比如鼓膜破裂出血、失去听力，甚至还会精神失常。而声波武器就是指能发出高分贝声音频率的设备。实际上，以声音作为武器，在很早就有了。比如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见的特警人员为解救人质而扔出的音爆弹。不过，这类声波武器往往对四周都有辐射，使用人员也需要提前做好保护。后来研究发现，大功率的超声波几乎沿直线传播，容易控制，因此适合作为定向声波武器。定向声波武器与当前大热的激光武器、微波武器等都被归类于定向能武器中。此外，还有一种次声波武器，也是在近年来发展的一个重点。研究发现，次声波不容易衰减，不易被水和空气吸收。次声波的波长往往很长，因此能像电磁波一样绕开障碍物发生衍射，杀伤范围很大。而且，一般次声波武器都不会使用人类可听频率范围内的声波，隐蔽性很强，能在不知不觉中对人体造成损伤。比如使人感到恶心、头痛、呼吸困难，甚至会导致血管破裂、内脏损伤。在2016年的时候，美国驻古巴的外交官员就有报道称，他们在大使馆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了耳鸣、头晕、呼吸急促等症状。当时，美国官方就怀疑是古巴利用次声波武器攻击了美国外交官，美国人也将此称为哈纳瓦综合症。后来，类似的说法也被美国人用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与驻俄罗斯大使馆上。不过，至今也没有证据表明次声波武器已经被发明出来了。目前出现的声波武器基本都是大功率超声波武器。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展出了一种名为 LRAD 的远程声波武器。据获悉，这种武器可以进行远距离声波定向传播，也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动声波攻击。这种攻击方式不足以致命，却能给被攻击方造成极大的听觉破坏，起到对特定目标的干扰作用。在当时，亚丁湾的索马里海盗十分猖獗，而美军就把这种 LRAD 声波武器安装在军舰上，参与亚丁湾的护航行动。这种武器对打击海盗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也是声波武器首次被运用于海洋任务中。仅1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北京警用装备展上首次展出了一款名为警用定向强声系统的装备。据获悉，这套装备其原理与美军的 LRAD 声波武器类似，是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3研究所研制开发出来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声波武器的开发领域并不比美国晚多少。当然，即使是声波武器，其威力也有大有小。比如日本的捕鲸船近年来就会配备一些民用级别的声波武器，用以击退环保人士船只的拦截。这种声波武器可能是手持型的，能发出120分贝的噪声，而军用声波武器明显威力要大得多。军用声波武器发出的声音频率超过了150分贝，并且能干扰500米范围内的人员。而此次保定号海警船安装的正是这样的声波武器。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新型海警船为何要安装定向声波武器呢？
从此次保定号改装地点选在沪东船厂来判断，保定号以海警船的身份重新入役后，将会在东海进行巡视。换句话说，这艘海警船将重点瞄准钓鱼岛。从中国选择把1000吨护卫舰逐步改装为海警船的举动就能看出，中国将在钓鱼岛海域拿出真功夫了。那么，为何维护钓鱼岛海域需要用到定向声波武器呢？不久前，日本媒体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当时，一位日本石垣市议员乘坐日本海上保卫厅的快艇前往钓鱼岛海域，对中国做出挑衅行为。不过，仅过了20分钟，中国的海警船就出现了，并对其进行驱赶。而当即，日本议员启动快艇快速逃离现场。日本媒体事后竟表示，由于中国船只保持了距离，因此这似乎是日方的一次胜利。其实这件事儿的本身也能反映出目前中国海警在维护钓鱼岛水域时遇到的一些困境。虽说中国海警船也配备了火炮与机枪，但日本保卫厅也不会和中国海警船直接起冲突，都是采用骚扰一下就跑的战术。中国海警船又不好直接开火，日本保卫厅的船只在避开一时风头后，不久便会折返。反反复复，十分浪费中国海警的精力。在以往，中国海警船要在钓鱼岛水域驱赶日本船只，往往只能采用逼近、撞击威胁，或者用水炮攻击的策略，能产生效果的范围往往也就有20米左右。而如果拥有一种威慑力强、距离远的非致命性武器，用于对付日本船只，那么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前面提到，军用定向能武器除了能发出150分贝的声波攻击，其影响范围也能达到500米，这也使得中国海警船的驱逐范围大大增加了。一旦中国海警船都配备了这样的武器，可以说日海保厅的噩梦来了，复钓议员将无处可逃。中国将定向声波武器应用于海警船上，也表明中国正在认真思考如何维护周边海域的权益。近年来，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对周边海域控制更强了。比如，中国如今在南海岛礁建设机场，夺回了钓鱼岛海域的实际控制权等。但另一方面，中国在自身强大同时，面临的军事讹诈风险也更高了。就在这几天，美国还联合了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大搞联合军演，其针对性不言而喻。一方面，中国需要用坚定的态度来告诉周边国家，中国海军会坚决维护自身的权益，不给他国以可乘之机。同时，中国也正在以一种更为聪明的方式来处理周边海域的摩擦，比如使用定向声波武器来驱赶侵犯中国海域的他国船只。表明了中国在坚定同时，也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无疑也是中国力量不断强大的表现。